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有意卸任，日本政坛及国际社会都大为震惊。继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和前总务相高市早苗表达参选自民党总裁意愿后，前外相河野太郎也表示有意参选，并得到菅义伟支持。谁的胜算更大？来看分析。日本首相菅义伟周六上午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健康检查。日媒援引其身边人士的话称，菅义伟只是利用机会体检，身体没有状况。2周前，他也曾前往医院。此前一天，菅义伟刚刚宣布无意连任自民党总裁。按照日本政治的惯例，首相一职由执政党的党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菅义伟在本月30号卸任自民党总裁的同时，也将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去年9月16号，菅义伟就任日本首相。此前，在作为内阁官房长官的约7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支持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直到安倍因宿疾恶化宣布辞职，被钦点的他成功接班，成为日本第99任首相。对于菅义伟的弃选，安倍晋三表示感谢菅義偉在東京奧運會和新冠疫苗上取得的成功。菅総理、本当に立派に務めていただいた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私は私の後を引き継いでいただいた菅総理に感謝しています。被视为安倍接班人的菅义伟，近1年来的首相之路并不平坦。国内新冠疫情难获控制，疫苗接种推进缓慢。东京奥运会虽在艰难中成功举办，却未能有效提振菅义伟的支持率。加之其近期在重要场合频现失误，民调支持率也跌至25.8%的新低。而随着菅义伟的突然弃权，自民党也加紧选出一位新总裁，带领其出战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定于本月17号正式公告总裁选举，29号投票选出新总裁。此前，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就已正式表态称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都曾表示有意向或正在商讨参与竞选。据日本电视新闻网周六报道，菅义伟向这位人士透露了他支持河野太郎的意向。河野太郎在党内属于麻生系，去年就有意向参选总裁，但当时被麻生太郎劝退。有消息称，其今年参选已获得麻生的首肯。在菅义伟执政期间，河野太郎是内阁中最突出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过外交和国防部长，目前负责监督全国疫苗接种工作。而其在日本年轻选民中也颇受欢迎，在社交平台上就有230万粉丝。菅义伟呢，之所以要推举河野太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菅义伟比较赏识河野太郎他干练的作风，因为毕竟河野太郎虽然年轻，但是他已经当了3任大臣，如果算这个疫苗大臣的话，那应该是4任大臣，所以他觉得这个人第一比较干练，第二他比较强硬。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则颇受媒体青睐，被视为自民党新总裁的有力竞争者。周五在菅义伟宣布弃选前，岸田接受美媒彭博社采访时，高调宣扬日本位于中美对抗的最前线，还主动渲染台湾将成为下一个巨大课题。在当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就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尤其应谨言慎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尤其应当谨言慎行。我们希望日方的有关人士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此外，日经亚洲还爆料，岸田文雄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对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侵略行为深感震惊。报道称，对付中国将成为岸田文雄的首要任务。岸田还提到，将会以经济为重点，以保护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防卫方面，岸田打算主动出击，强调日本需要获得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以防止被攻击。观察指，岸田文雄这一系列言论显然有向美输诚以博取支持的意图。就在周五，白宫发言人提到，美国总统拜登感谢菅义伟首相在我们应对印太地区和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时的领导及伙伴关系，而这个所谓的共同挑战就包括了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朝鲜、中国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分析认为，这也是美国对菅义伟继任者开出的条件。他这次呢要竞选首相，就得给选民、给自民党高层一个自己比较强悍、比较硬朗、敢于和中国斗争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才提出呢，说呢，这个日本呢作为中美斗争的这样一个最前线，台湾呢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第一方面呢是说给美国人听，我当了首相，那我肯定呢要重视台湾问题，和你美国呢协调步骤，你美国呢要支持我当首相。第二个方面呢是对日本右翼选民来说的。希望呢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此外，日本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此前也曾表示对选举跃跃欲试。有消息指出，由于暂时没有明确领先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安倍在自民党2个最大派阀和保守派议员中具有影响力。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原本力挺菅义伟的安倍，随着对方退出选战，改为支持高市早苗。高市在安倍担任首相期间，曾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及内阁的总务大臣等要职。安倍跟高市同任自民党内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之会顾问，两人的政治理念相近。有关首相易主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有观察认为，日本政界和社会舆论整体对华态度不乐观，导致日本当前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非常突出。无论谁出任新一届自民党总裁或日本首相，对华政策虽有变数，但整体影响不大。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日本不可能选边站站到中国这个方面，它一定呢和美国紧紧的绑定在这一个方面。那就是说呢，也就是说，他究竟这个首相和美国绑定的程度是非常紧密呢，还是呢有所疏离或者不太紧密？那这决定了呢。对中国的政策和对中国的关系，但就目前来看，日本自民党的这几个候选人谁当选都不太可能对中日关系有大的调整，有大的改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日本首相兼执政自民党总裁菅义伟突然宣布不会参选下任党总裁，那么您认为导致菅义伟放弃连任计划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迫使菅义伟放弃连任计划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防御抗疫不力，导致支持率跌到了3成以下。那么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防御抗疫不力只是菅义伟放弃追求连任的间接原因，自民党内的密室政治与派系政治斗争，才是导致菅义伟打退堂鼓真正的根本性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对于菅义伟防御抗疫不力的批评，并不是始于今日，而是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存在。然而就在几天前，菅义伟还雄心勃勃地宣布，自己一定会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为了让自己赢得连任，他甚至准备要对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高层启动大规模的改革与重组计划。同时还准备寻求在9月中旬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这些都说明菅义伟是有着强烈的留任企图的。同时，菅义伟个人的名望走低，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不能够连任日本首相，因为日本实行的是内阁制。在这种制度下，只要自民党赢得日本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自民党党魁就可以成为日本当然的首相。而从当前的选情来看，虽然菅义伟个人的名望在走低，但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的机会还是非常高的。只要菅义伟能够赢得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他就极有可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的下一任首相。那么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阻碍菅义伟连任的直接因素，其实是来自于自民党党内。他遭遇到了自民党党内派系政治的阻挠，或者说是被几大派系以菅义伟防御抗疫不力，会拖累自民党的众议院选情为由，暗中联手给做掉了。这一点呢，我们从菅义伟准备改组自民党高层，却遭到了党内派系的强烈反弹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在自民党内派系色彩不强的菅义伟，其政治前途最终死于了自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与密室政治。
那您认为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又将会对接下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台海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个人认为，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不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实质性与方向性的影响。中日关系将会按照现在的惯性继续往前行进。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首先影响甚至是决定中日关系的国际大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大环境指的就是拜登政府拉拢盟友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战略态势。只要美国不在中美关系上改弦更张，中日关系就基本上没有转圜的空间。因为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基本上都是跟在美国后面一步一趋。那么其次，这些年以来，经过日本右翼政客的刻意操弄，日本国内的反华民意仍然在持续升高过程当中。作为任何一个首相，他都不可能违背这股被操弄的民意。那么还有就是，虽然菅义伟不再担任日本首相了，但是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仍然无法撼动，而自民党的对华政策与台海政策基调是越来越趋向于强硬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任何一个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都将维持这一基调。尤其是在当前的自民党党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影响力仍然挥之不去，而安倍晋三则是日本右翼政客中的带头人。菅义伟近来在中日关系与台海问题上采取的强硬路线，其实就是继承了安倍的做法。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倍与菅义伟退出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职位之后，当前在自民党内有意角逐这一职位的人，包括河野太郎、岸田文雄在内，他们的民意支持率其实都是不相上下。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安倍之后，日本政坛又将进入一个缺乏强而有力的魅力型领导的状态，而这实际上是既不利于自民党的团结，也不利于日本政局的稳定的。或许日本政局又将因此而陷入到不停的走马灯似的换首相的弱势政府状态，而一个弱势政府又往往会通过对外挑起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方式，来对内调动起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自己的执政权。因此，不排除菅义伟的继任者会在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上进一步剑走偏锋，激化局势，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的。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